從打工人的續命餐到難覓蹤跡，街邊蓋澆飯為什麼越來越少了？2020年之前，隨便拐個彎就能撞見掛着蓋澆飯招牌的小店。這種下面是米飯，上面是炒菜的蓋澆飯，一份只要10塊錢。巔峰時期，商業區的300米內就可能擠着3、4家蓋澆飯门店。可短短幾年時間，那些隨處可見的蓋澆飯突然像被按下的隱身鍵，取而代之的是連鎖快餐店、轻食沙拉店以及看起來很精致的滷肉飯、雞排飯。于是就有人調侃了：現在想吃份地道蓋澆飯，比在職場摸魚不被老闆發現還要難。曾經承包了無數人3餐的街頭頂流，為何短短幾年就從國民續命餐淪為了稀罕物呢？上世紀90年代，國內城市化進程加速，大量年輕人都選擇進城上学、打工。這些人在吃這方面有一個共同點，那就是既要吃得飽，又要花得少，還得省時間。而蓋澆飯恰好就做到了這3點。那會兒的蓋澆飯呀，其實走的是朴素實用主義路線，所以门店大多都是夫妻店，店面不用太大，夠放下3、4張桌子就行。設備也不同太全，一個灶台、幾口鐵鍋就能撐起一門生意。這種蓋澆飯在價格上十分友好。2000年前後，一份素炒青菜蓋飯3塊錢，肉絲蓋飯5塊錢。對比當時動輒10幾塊的餐馆炒菜，性價比算是直接拉滿。更關鍵的是，它效率高，在飯點之前，店裡就會提前把菜準備好，並且進行分類。顧客點單後，直接拿起提前備好的菜開炒即可。到了2010年前後，蓋澆飯迎來了爆發期，因為當時外賣平台興起，蓋澆飯憑借打包方便、不易灑漏的優勢，成了第一批外賣網紅。那會兒外賣補貼瘋狂，一份蓋澆飯加上滿減，實際上消費者只花5、6塊錢就能拿下。當時的蓋澆飯打開外賣軟件，首頁推薦裡一半都是它。但那會兒沒人會想到，這種閉眼賺錢的好日子會在短短幾年後卻戛然而止了。那麼蓋澆飯小店是如何消失的呢？這其中有3大暴擊。首先是消費升級，年輕人不愛將就了。蓋澆飯最大的優勢是吃飽，但如今的年輕人早就不滿足於吃飽，而是要吃好、吃健康、吃有格調。這恰恰戳中了蓋澆飯的軟肋。以前吃蓋澆飯，大家默認味道過得去就行。現在年輕人拿起筷子就開始挑刺，這菜是不是預制的？油放的也太多了吧？米飯怎麼是隔夜的？社交媒體上關於蓋澆飯的吐槽越來越多。先前一高中食堂的蓋澆飯便湯泡飯引發熱議，全部都是湯湯水水的，學生都忍不住吐槽，比猪食還難吃。而且以前的蓋澆飯10塊錢管飽，現在隨便一份蓋澆飯都要15到20塊。有網友算過一筆賬，2015年一份宮保雞丁蓋飯8塊錢，2024年就漲到18塊，漲幅超過125%。緊接着，蓋澆飯行業又來了第2大暴擊，成本飆升。蓋澆飯的利潤本就是靠着薄利多銷，可近幾年不管是房租、食材還是人工成本3連漲，都直接把小店老板逼到了要麼漲價，要麼虧本的絕境。而漲價又會把顧客逼走，蓋澆飯小店就陷入了死循環。先說房租，這是壓垮蓋澆飯店的第一根稻草。蓋澆飯通常開在人流量大的地方，比如寫字樓樓下、學校門口、菜市场周邊，這些地方的房租近幾年都漲得十分離譜，而食材漲價更讓老板頭疼。蓋澆飯的核心食材是大米、蔬菜、肉類，可這幾年這些東西的價格都在輪番上漲。2020年到2024年，大米價格漲了20%，豬肉價格最高時也漲了100%，就連最普通的青菜從1塊錢一斤都能漲到3塊錢一斤。以前一份番茄炒蛋蓋飯食材成本2塊錢，現在漲到4塊錢。要是不漲價，每份利潤從5塊錢降到3塊錢，一天賣200份，算下來就要少賺400塊。接下來就是打擊蓋澆飯的最後一個暴擊，競爭圍剿，把蓋澆飯夾在高不成低不就的狀態。現在的街頭餐飲早就不是蓋澆飯一家獨大，連鎖快餐、外賣料理包、新式簡餐、3面夾擊，讓蓋澆飯連喝湯的機會都快沒了。而連鎖快餐的降維打擊就首當其衝了。以前蓋澆飯靠快便宜取勝，現在連锁快餐把這2點做到了極致，還加了標準化、衛生好的 buff， 像老鄉雞、米村拌飯、鄉村雞這些品牌，靠着中央廚房的模式，既能保證口味穩定，又能控制成本，而且店內環境乾淨，有空調、能堂食，比蓋澆飯的小破店舒服多了。再加上外賣平台的料理包，更是給了蓋澆飯致命一擊。以前蓋澆飯是靠现炒來吸引顧客，现在外賣上的料理包，快餐價格更便宜，出餐更快。一份料理包做的魚香肉絲蓋飯，食材成本1塊5，賣給消費者10塊錢，利潤比現炒蓋澆飯很高。最主要的是，這種外賣模式不用顧廚師，只要加熱一下就能打包，出餐速度比蓋澆飯還快。雖然說料理包經常就被大家吐槽是沒靈魂，但也架不住它便宜啊，因此也吸引了大批只求填飽肚子的顧客。而新式簡餐的崛起，又搶走了追求品質的顧客。現在年輕人吃飯不僅要好吃，還要有格調，什麼輕食、沙拉、三明治、日式定食，都成了當代年輕人的心痛。这些新式簡餐包裝精致，擺盤好看，還主打健康低脂，適合拍照發朋友圈。而蓋澆飯的大碗米飯加油膩炒菜，就在社交平台上顯得土氣又過時了。當然，面對着步步緊逼的困境，蓋澆飯也不是沒掙扎過，有的搞升級改造換門頭，有的跟風做網紅營銷，有的轉向細分市場，但大多是雷聲大雨點小，始終沒能挽回蓋澆飯的頹勢，反而還暴露了自身跟不上時代的缺點。如今走在街頭，偶爾還能看到幾家堅持營業的蓋澆飯店，他們大多是開了10幾年的老店，而那些消失在街頭的蓋澆飯店，還是變成了一代人的味覺記憶。藏在當年加班後那一碗魚香肉絲蓋飯就能治癒疲憊的回憶裡，就像網友說的，不是蓋澆飯不好吃了，是我們的選擇變多了，需求變高了。